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Wings， 欢迎又回到我们万众期待的吹水系列。这部片播出后的隔几天呢，就会是我们的农历7月了，也就是俗称的鬼月。那我就想说，趁着现在他们家门还没开呢，先和你们分享几个灵异故事。讲灵异故事，声音不可以这样兴奋。好，我们就废话不多说，直接进入我们今天的第一个故事。在一个大学的晚餐聚会结束后，一个学长就要骑车载他一个学妹回家。刚刚在那个聚会聊天的时候呢，这个学妹其实已经有提到说，其实她有阴阳眼。那在出发之前呢，学长就看了看 Waze 的路线，发现说要载这个学妹回家呢，会经过一段坟墓的路。于是学长就警告学妹说，等下不管你看到什么东西，都不要跟我讲。说完后，他们就出发了。过一阵子呢，他们的摩托车就已经驾进了这段坟墓的路。当他们的摩托车驾进了这段坟墓的路不久后，这个学妹就突然间往前一靠，然后用手抓住了学长的衣服，跟他说：“学长。”学长这时候意识到好像有一点不对劲哦，就立刻喊道说：“你什么都不要跟我讲！”然后就全力加速冲刺。一阵狂飙过后，他们很快就到达了学妹的家。然后这时候学长才问学妹说：“刚才你想跟我讲什么？”学妹这时候就一脸严肃的跟学长讲说：“刚刚当我们路过坟墓的时候，你的钱包掉了。”好，第二个故事，有一个男人晚上和同事去喝酒喝醉了，回到家的时候呢，已经是半夜1点钟了。他打开家门，家里一片漆黑。男人心里想说，老婆应该早已经睡了。这时候人有3急，他就摸黑的走到了他家厕所门前，把门打开，突然间厕所灯自己亮了。在他还搞不清楚状况的时候呢，他就感觉到有一阵阴风吹来，他马上把门关上了。奇怪的是，当他把门关上的时候呢，灯却自己灭了。于是不信邪的他呢，再次把门打开，灯又自己亮了。当他关上门时，灯又自己灭了，就好像有看不见的东西在和他玩一样。试了几次过后呢，他已经忍不住了，于是他就直接把门打开，就开始尿了出来。正当他尿到一半的时候，他身后的灯突然间被打开了。他老婆骂道：“你为什么又在冰箱尿尿？”好，进入第3个故事。阿华是一个医学院的硕士生。有一天呢，他在学院里写报告，写完的时候呢，已经快要接近深夜了。当他跑到巴士站的时候呢，已经只剩下最后一班的学院巴士了。如果他错过这一班，他就必须要走回宿舍。于是阿华就一个人在巴士站一边滑手机，一边等着最后一班的巴士。这时候阿华发现了他周围是一片死寂的，一点声音都没有。这时候突然间远处有一个灯光照射过来，最后一班巴士来了。阿华这时候呢，突然间好像松了一口气一样，就慢慢的等着巴士的到来。等着等着，他就开始觉得有点奇怪，因为这辆巴士走得非常非常慢。阿华就站在巴士站，看着这辆巴士慢慢的向他靠近，然后他的视线呢也越来越清晰。当巴士快要到站的时候，阿华很清楚的看见巴士上一个人都没有，连司机都没有。这时候呢，阿华整个人已经愣在了原地，看着这辆无人驾驶的巴士慢慢向他靠拢，最终停在了他前面。喂，年轻人，过来帮忙推车。原来是巴士坏了，司机和几位乘客呢都在巴士后面推车。第4个故事，在一个偏僻的小镇里的一个路口有一根斜着的电线杆，那里呢出了名，经常发生交通意外。在不久前呢，就有一对情侣在那边发生交通意外去世了。时间来到了几天后的傍晚，有一辆校巴呢载着小朋友从学校回家。当巴士经过了那个路口的时候，有一位小朋友突然间喊道：“电线杆上有2个人。”这时候司机就突然间反头一看，什么都看不到哦。所以呢，他就跟小朋友讲说：“小孩子不要乱讲话。”第2天呢，这件事情已经传遍了整个小镇。小朋友的妈妈呢是一个不信鬼神的人，她当天就决定要和司机一起去澄清这个谣言。于是这位妈妈就去找了那个司机，跟他讲说她要一起去接小朋友放学。然后到了放学时分，这位妈妈和司机就一起到学校去接小朋友上车，然后再挨家挨户的把他们送回家。经过了一段漫长的路途呢，巴士终于又回到了那个路口。当那位妈妈还来不及开口问的时候，突然间巴士上有好几位小朋友同时说道：“电线杆上有2个人。”听到了这句话，司机就立刻踩了急刹车，整辆巴士呢就正好停在了那根电线杆的旁边。这时候司机的妈妈就战战兢兢地往电线杆的上面一看，
上面写着交通安全人人有责。好，第5个故事，又到了1年1度的清明节。每年的这一天呢，家里的亲戚们呢都会约好一起到偏僻的山上帮爷爷奶奶扫墓。从下午4点开始呢，伯伯、叔叔、阿姨几家人呢就陆陆续续的到了爷爷奶奶的坟前，然后大家就一起一边清理这附近的杂草，一边吹水聊天，一边吃着大家带来的小餐点。与其说是扫墓，其实这更加像是一家人聚在一起的温馨时刻。不知不觉在谈笑风生间呢，天色已经渐渐暗了下来了，大家呢也开始收拾准备下山了。这时候表妹突然间叫了一声，然后指向了远处的一团火光。所有人都清楚看见，在森林处有一个微弱的火光在那边一闪一闪的。在那一刻，我们就想说，难道那就是传说中的鬼火吗？还没来得及反应，大胆的表弟呢，直接在地上捡起了小石头，向那个火光丢了过去。接下来的事让大家都开始有点紧张了，因为那个火光居然动了起来，然后稍微的远离了我们。看到这里，表弟居然还得寸进尺哦，继续往那个火光丢了好几颗石头哦。然后我们就看到这个火光在那边飘来飘去，然后就消失了。看到这一幕哦，大家都心有余悸。然后就急急忙忙的出发下山了。走着走着，当我们整群人快要走到山脚下的时候，表弟突然间发现刚才那个火光又出现了，而且正在以飞快的速度向我们飘来。正当我们所有人都不知所措的时候，只见表哥抽着烟追了过来，骂道：为什么我只是去旁边上个厕所，你们就丢下我下山了？以上就是我想大家分享的几个灵异故事。如果反应好的话，也许我会拍灵2故事。好，那今天影片就到这里。如果喜欢我的影片，欢迎订阅分享给身边更多的朋友看到。我是 Wings， 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这时候哦，司机和妈妈就战战兢兢的往电线杆的上面一看，看到一只 hamster。